你呃人，唔好講大話。請你提供事實。呢一個就係我同大部分人講有關穩定幣定存可以賺10厘息嘅第一個反應啊！咁究竟穩定幣定存服唔服嘅呢？究竟點解可以賺咁高嘅利息？有乜嘢要注意嘅地方呢？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去對一解答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投資收息股係普遍散戶用嚟長線投資嘅方法之一。一來希望可以定期收股息作為被動嘅收入；二來希望股價可以有一定嘅升幅，做到賺息兼賺價嘅效果。不過有買開收息股嘅朋友啦，都可能經歷過賺息蝕價嘅情況。意思即係話，雖然收到股息，但係因為股票價格下跌，就算賺到派出嚟嘅利息啦，都彌補唔到股價嘅跌幅。另外，股票嘅派息啦係唔係保證㗎？咁都要因應翻公司嘅業績同埋環球經濟嘅狀況，而係有一定嘅改動啊。咁所以啦，都增加咗派息嘅不確定性嘅。就例如匯豐早前因為疫情嘅衝擊，因應翻英國央行嘅監管要求，係要取消派息，都惹起一場嘅小風波啊。咁令到唔少嘅投資者領悟到所謂嘅傳統收息股都冇想象中咁穩陣啊。所以今日啦，就想同大家啦去到分享另一種賺被動息嘅方法，就係定存穩定幣啦。而穩定幣定存嘅方式所賺到嘅利率啦，一般咧仲係會比起傳統收息股係高啊。你呃人係，我明白，可能大家都認定咗加密貨幣係一啲好高風險嘅投資。不過希望大家都聽埋落去啦，俾我解釋下穩定幣嘅操作先。首先你會問乜嘢係穩定幣呢？一般加密貨幣嘅市場就例如係比特幣同埋以太幣，都係屬於一啲好波動嘅投資。不過同普遍嘅加密貨幣唔同，穩定幣可以話係加密貨幣市場嘅一個避險工具。穩定幣 stablecoin 同樣都係加密貨幣嘅一種。不過價格就比起普遍加密貨幣係穩定好多嘅，原因係穩定幣係會同傳統嘅貨幣做掛鈎嘅。穩定幣有好多種，不過最普及嘅咧就係一啲同美金掛鈎嘅穩定幣啊。咁就例如一粒嘅 USDT 嘅穩定幣就相當於1蚊美金，而大部分穩定幣背後啦都會有同等價值嘅資產作為抵押嘅。簡單理解咗穩定幣係啲乜嘢之後，我相信都有唔少人會問到穩定幣嘅用途。穩定幣主要嘅功能啊，都係作為買加密貨幣嘅橋梁啊。喺一般嘅情況，當我哋係想喺加密貨幣嘅平台做交易，都係需要用到穩定幣嘅。就例如當我哋係想買一粒嘅比特幣嘅時候，投資者首先咧係要將傳統嘅貨幣，例如美金，係轉換成 USDT， 再用穩定幣 USDT 去到買入比特幣。而同樣，當我哋係想賣出比特幣，亦都要先兌換成穩定幣，再用穩定幣係轉化成美金㗎。咁所以穩定幣對於交易加密貨幣嘅作用啦，係非常之重要。而睇返目前最大市值嘅加密貨幣，除咗係比特幣同埋以太幣，排喺第3同埋第5位嘅就係穩定幣 USDT 同埋 USDC。除咗用嚟交易加密貨幣之外，依家好多投資者啦都會係定存一啲穩定幣去到收息嘅。而就因為存放穩定幣嘅收益率都係非常之高，普遍啦都可以提供到8至到10厘嘅利息啦。咁所以都係深受好多投資者歡迎嘅。睇到呢度，相信好多人都會有疑惑，點解穩定幣定存啊，可以收到咁高嘅利息？咁當初我都有呢個疑問啊，咁所以啦都有去到上網去到做一啲研究嘅。咁之所以穩定幣定存可以係收到咁高嘅利息，主要嘅原因啦，係因為傳統金融體系啦係仲未接受加密貨幣呢一種嘅資產。咁就唔同其他資產，例如係股票，投資者可以向任何銀行或者係證券商去做孖展融資嘅。
傳統銀行係唔會接受加密貨幣作為抵押嘅資產，而呢一個缺口就開創咗一個新商機俾呢一啲加密貨幣嘅平台。投資者係可以用到加密貨幣作為抵押去到借錢嘅。咁等我再用一個具體啲嘅例子啦，再俾大家容易啲去到理解啊。投資者 A 喺幾年前用咗1萬蚊美金買咗一粒比特幣，依家比特幣啦就升到去45000蚊美金。投資者 A 係繼續睇好比特幣嘅前景，咁所以都係唔想 sell 住嘅。咁不過啦，佢就想將比特幣抵押去到借錢融資㗎。咁但係因為頭先提到銀行啦係唔接受呢一種加密貨幣嘅資產，咁所以啦佢只可以向加密貨幣平台去到進行借貸嘅。普遍加密貨幣嘅平台啦都會向呢啲借款人收10厘以上嘅利息嘅。而假設嗰個利率係10厘嘅話，咁呢啲嘅加密貨幣平台就有條件啦，去到俾到8% 嘅利率俾一啲定存穩定幣嘅投資者，而中間嗰2% 嘅 spread 咧就係加密貨幣平台嘅利潤。咁呢一個基本運作啦，就解釋到點解定存穩定幣係可以俾投資者賺到8厘甚至更高以上嘅利率啊！聽落穩定幣嘅回報啦都非常之理想啊！咁不過我哋絕對唔可以忽略穩定幣定存嘅投資風險。第一個最大嘅風險係加密貨幣平台嘅信譽，就因為大部分加密貨幣平台都唔受政府嘅監管啊，所以假如呢一啲加密貨幣平台係突然倒閉，或者系統被黑客入侵而令投資者係造成任何嘅損失，都基本上係冇得追究嘅。第二個風險係穩定幣背後嘅抵押品啊，普遍穩定幣發行商都聲稱每粒嘅穩定幣都會有相同價值嘅貨幣作為抵押嘅，而為咗保持公信力，普遍穩定幣嘅發行商都會係定期安排核數師去到審核銀行嘅賬戶，去增強呢一方面嘅透明度。不過有部分穩定幣，例如係 USDT， 就有俾人懷疑 USDT 數量係超過本身美元嘅儲備嘅。咁呢一啲情況啦，都會影響穩定幣嘅價值。第三個風險就係政府對加密貨幣嘅打壓。近年嚟，大部分國家啦已經係加強咗加密貨幣嘅監管㗎啦。未來會唔會對加密貨幣甚至係穩定幣進行更多嘅監管，都係一個不確定嘅因素。除咗以上3個風險，投資者亦要留意穩定幣嘅利率啦係浮動嘅。加密貨幣嘅發行商啦係可以因應穩定幣嘅供求，喺利率上隨時作出調整嘅。依家市面上啦都有好多加密貨幣嘅平台啦，去俾投資者去到選擇，當中有本地同埋海外嘅，而每個平台提供嘅利率啦都唔同啊。對於選擇邊一間平台去做一個嘅穩定幣定存，首要嘅條件啦都係要選擇翻一啲規模比較大嘅加密貨幣平台啊。就千祈唔好因為貪呢個高息啦，而去到選擇一啲不知名嘅平台啊。另一個控制風險嘅方法就係唔好將所有穩定幣定存喺一個平台啊，而應該將穩定幣係放喺唔同嘅平台去做分散風險嘅。咁我自己啦都比較過唔同平台嘅呢個穩定幣嘅利率同埋佢哋嘅開戶優惠啊。如果想索取有關嘅資料啦，都歡迎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 去攞更加多呢一方面嘅資訊嘅。咁詳細嘅資料可以去到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最後啦，都要澄清翻以上嘅內容啦，都係我純粹自己個人嘅分享嘅啫。咁投資者啦係需要再做更加多嘅研究，去到睇翻呢一種嘅投資方法符唔符合翻自己風險承受嘅能力，先至好去投資嘅。希望今日呢一條片咧都可以解答到大家對於穩定幣定存嘅一啲嘅疑問啊！咁大家又對於呢一種嘅投資方法又有咩嘅意見呢？咁歡迎大家啦去到下邊留言話俾我知啊！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